你好有缘人，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。古话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每个人的内心如大海之深，谁也不能一眼看到底。有人戴着面具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有的人藏着坏心，喜欢笑里藏刀。所以在人际交往时，要有一双慧眼来识别小人，不要傻傻的对任何人都好。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遇人无数，就很少被人算计。这并不是因为我运气好，而是我有一位充满智慧爷爷，他常常教导我如何识人，让我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。在我还没出社会，爷爷就给我说过一些处事的方式。爷爷说，人心险恶，切记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一定要远离面善心狠的人。我当时不谙世事，反问爷爷，坏人从来不会将坏字写在头上，我要如何辨别一个人心机是否面善心狠呢？爷爷答道，判断一个人如何其实很容易，只要你看到对方身上有这3种特征，他往往就是面善心狠之人，一定要远离。第一，富有心计。爷爷说，面善心狠的人，第一个特征是富有心计，他们从不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，内心充满着算计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的利益出发。《红楼梦》里有句话说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这是用来形容王熙凤一生费尽心机耍弄聪明，最后算掉了自己的性命。在生活中，心机重的人很善于伪装，他们说的话都带有其目的性，这需要自己用心琢磨才能辨别。心机深厚之人，城府也很深，这类人见利忘义，一旦侵犯了他们的利益，随时都可翻脸不认人。因此，没人会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，自然也得不得别人的真心。如果你身边有心机深重的人，记得要敬而远之，不要等到被利用了才后悔，届时为时已晚。第二，宣扬丑闻。爷爷说，面善心狠的人，第二个特征是喜欢到处宣扬丑闻，背后说人是非。古人云，说人是非者，定是是非人。意思是说，别人是非的人，自己就是个是非的人。心机深沉的人还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很喜欢搬弄是非，说别人丑事。不管在生活还是职场中，都有这样的人存在。这种人非常喜欢散播别人的丑事，把别人的痛苦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，增加自己的存在感。他们表面看起来和善友好，和你套近乎，让你觉得他是很好的倾诉者。其实他们只是想知道你的私密事，然后就会像喇叭一样将事情传播出去，趁机搞垮你，让你形象尽毁。因为让别人出丑难过，可以让他们获得优越感。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强的嫉妒心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自己有什么不好的事，都希望越少的人知道越好，因为人人都有自尊心。当自己的丑事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，人云亦云时，内心是无法接受的，严重者会因扛不住而选择轻生。因此，这种宣扬别人丑闻的人，心思非常歹毒，心机非常重。
要是身边有这样的人，一定要远离他们。这种心机深沉之人，指不定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，一定要小心提防。第三，两面三刀。爷爷说，面善心狠之人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两面三刀，喜欢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成语两面三刀出自李行道的《灰蓝记》，用来形容阴险狡猾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耍两面手法的人。我们知道，两面三刀之人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满清末年的袁世凯可以说是两面派的典范了。袁世凯作为当时重要将领，手握重兵，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他们在变法的时候，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旧势力阻挠。当时没大权的光绪皇帝想通过军队来支持他的变法，于是想要袁世凯的支持。袁世凯知道后，就跟谭嗣同说自己极力赞成变法。谭嗣同听后非常高兴。谁知道谈过之后，袁世凯立马把情报上报给慈禧太后手下的第一大臣荣禄。慈禧太后知道后震怒，立刻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，并且大肆抓捕维新派人士。袁世凯在维新派面前表示赞同，获得维新派的信任后，转身便出卖了维新派，使维新失败。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人随处可见，他们表里不一，只为眼前考虑，和你说着恭维的话，背地里却做一些与自己所说的截然相反的事。古话说，不怕真小人，就怕伪君子。这种人可怕就在于他们特别善于伪装，让你以为他是一只羊，毫无攻击性，从而放下所有防备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们马上变成一匹狼，让你毫无还手之力，成为待宰的羔羊。如果身边有这样的笑面虎，一定要远离，不要和他们有过多的来往。生活中交友要谨慎，客套寒暄即可。如果谈及自己的隐私，千万不要随意说出来。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，有些人只是匆匆的过客，而有些人你不得不相处，例如你的朋友、同事、亲戚等等。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识人，不要误把心机深沉之人当作朋友，不然你将会麻烦不断。仔细留意看看，身边是否有以上3种特征的人，遇到了一定要避而远之。